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来到莱茵河边了。等一下呢，我就走到我后面这绿茵茵的草地那里啊。今天其实特别的冷，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换个角度了啊。今天的气温呢只有晚上是7度，现在呢是中午，下午1点吧，现在是10度左右。而且莱茵河边它的风特别大，所以呢就显得特别的冷。我现在摄像的这个手机啊是华为那个 X5啊，用的是前置摄像头，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滤镜啊，就这样。想不到今天风很大，在莱茵河边儿，我以为呢用三脚架架起来呢就可以拍摄，但是看来不行啊，因为架着的话，也许风一吹那就倒了，然后我的那个手机屏幕可能会破裂啊，所以等一下可能我会用手持着这个三脚架一边走一边讲，或者坐下来当然也要手持啊。习主席现在正在东南亚访问，首先是越南，然后呢是马来西亚，最后是柬埔寨，应该是这样。今天早上呢，我起来看见一条新闻，那就是中国现在正式与马来西亚签订了签证互免协定，这是个协定啊。我知道原来啊，就是中国单方面给马来西亚公民免签30天，然后呢，马来西亚立即跟进，同一天也给予中国公民30天免签。但是这次呢，是两国以协定的形式签订下来，我就觉得非常的好。今后能够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啊，还有对两国的不仅是旅游，还有商业，我觉得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我相信呢，中国方面绝对会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国家签订类似的协议或者相同的协议吧。然后呢，让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多到中国来走走看看，旅游经商，对吧？也让中国人多出国去看看，去感受。然后呢，有个对比其他国家与中国，我相信呢，即使你到了西方所谓的发达国家之后，大部分人可能会转变很多，对自己国家认可也更多。这我特别的那个坚信啊，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没有出国的人，一遇到国内一些问题，老是觉得啊，这是中国的问题啊，人家外国怎么样好。但是你一出国之后，你看到了国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还是呼吁大家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来看看，而不是去旅游景点去打卡，而真正的设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比如说你在街上多走走啊，不要去旅游点，去他们居民区去看一看呀，多观察他们，对不对？他们穿的怎么样啊？他们的车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可以量化、可以对比的。比如说他们的普通的那个街上，他们开的什么车，然后你中国人街上开的是什么车？刚才我坐的那个地铁，就刚才这个地铁，它在路面走的。然后呢，观察一下德国街上这汽车，我发现啊，从这德国人开的汽车也可以做出比较，就是到底中国和德国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到底怎么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怎么样。因为按照那个所谓的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个人啊人均，德国呢是5.2万美元，中国呢是1.3万，也就是两个国家相差了4倍。我也呼吁大家来德国看看啊，如果你看看德国人他们开的车，你就可以发现啊，只要你不在那个比如说巴伐利亚，还有德国南部奔驰那个州是巴福州，你只要不在这两个州，你会发现啊，德国街上走的那个车，它的新旧程度，它的排量来说，没有中国那么新了。也就是说，如果是从那个汽车来说，中国人平均开的汽车，甚至比德国更好。不相信吗？那就来德国看看。那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出啊，所谓的 GDP 人均是一个很虚的数字，可能实际生活水平两个国家可能相差没有那么多。当然，如果你算上什么社保啊这种之类的，
总体来说，肯定中国人生活水平没有德国高，这是实际情况，咱们也不用去否定啊。但是，两国之间绝对从生活水平啊，还有发展水平来说，没有4倍的区别那么大，最多，我认为呢是有1倍的区别。而且，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即使是中国也赶上和超过德国了。比如说，新能源这个汽车，对不对？已超过了吧？高铁也已经超过了吧？还有什么网上呀、手机支付这些都是超过了德国的。还有一些其他科技方面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什么 AI 呀、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德国就根本排不上名。目前全世界所谓的这些，只有中美2个国家的竞争，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的机会。什么6代战机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我们回到中国马来西亚签订这个签证互免协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真的，我相信啊，中国政府会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协议，然后呢，让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到中国来走走看看。他们来中国看的越多，我相信，真的相信啊，他们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管理，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制度有越来越多的认可，也是越来越佩服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只要他有钱来中国来看一看，他们会对他的世界观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因为他们媒体报道的那个中国和他到现场看到那个中国是完全2个不同的国家，好像是平行宇宙中2个不同的国家一样。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啊，是什么中国呢？是一个受到中国政府压制的、没有任何那个自由的国家。动不动就被中国政府呢管起来，被中国政府监控等等，反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地狱般的国家。虽然他们媒体也会报道啊，中国什么电动汽车怎么样了，但是对普通人的来说，他们还是认为中国人一个是收入低，另外一个呢是没有自由。大部分人还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理。但是如果是踏上中国土地之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这些人能够到中国去走走看看，对于颠覆他们世界观是有很大好处的。这些人一旦到中国之后，就会对他们自己的制度有个信心动摇。我觉得这样对中国来说也是好的，对吧？到中国也促进了一部分消费，另外一呢，颠覆了他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更认可，然后可能对中国这个经济有好处。我对你这个国家有好感了，那我今后可能就更乐意买你的产品了呗。另外呢，我认为好多西方人啊，包括他们的政客还有普通民众，对中国虽然可能有一天他看到中国发展比他好，但是他们还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有深深敌意的。因为毕竟呢，中国这制度跟他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是所谓的选举制，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制度，你中国呢是一种高压的这种独裁制度，所以意识形态呢，中国和西方还是所谓的敌对势力，一下子可能西方人转不过弯来，但是增进双方的交流肯定是有好处的。他多认识中国，对中国人啊、中国的制度啊，就多一份认同。最后呢，可以做到可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一天啊，而且我坚信这一天会到来，中国不管是从军事呀、从经济啊，全面碾压性的超过美国之后，到时呢，不管是世界其他南方国家的，还有现在目前西方国家的，应该会对中国会有一种越来越仰视的态度。西方人，高傲的西方人，有一天也会这样子，我觉得会有这天的到来。因为毕竟呢，人啊还是看实力的。有一天，比如说你中国人，你的生活水平、你的收入比西方还要高，高西方的2倍的时候，你各方面发展的比西方更好的时候，难道人家不会仰视你吧？我相信会。到时可能审美观也会变，他们可能也会认为啊，你看中国人他的脸是这样的，多么漂亮啊，这完全有可能啊。我认为啊，这天也有可能，那就是呢，这些欧洲妹子以嫁给中国男人为荣。今后呢，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这个签证互免协定，那会增进，特别是比如说东南亚，
国家人民、亚洲国家人民与中国的交流，这一定程度呢可以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也就是中国老龄化。只要中国发展得好，我们可以借鉴像欧盟这种模式，就是人员可以自由来往。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好多外国人到中国之后，比如说越南人啊，或者是老挝人到中国之后不想走了，他到中国你不给他身份，你只给他居住权，在那里工作消费，那可以增进中国这个经济的活力啊。就是我说的这个采取欧盟的模式，因为中国是在亚洲或者全世界，它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到时中国这国力都碾压美国了，它就是从人口规模来说，从国力来说是妥妥的第一。那中国真的是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全世界的人民。如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了这种人员自由流动的这个协议，那么其他国家，特别是年轻人啊，可以源源不断的到中国去。那你说在中国工作消费，是不是可以增加中国的经济活力呢？就像今天这欧盟一样，欧洲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所谓老大说了算的国家。但是即使这样啊，德国的经济依托这欧盟，依托申根国，得到很多的好处。因为德国的经济呢，在欧盟啊是 No.1， 所以其他欧盟的国家很多年轻人就跑到德国来啊，比如说葡萄牙的啊、西班牙的、罗马尼亚这些，但凡他们有一定学历的、有一定外语知识的人，他们就跑到德国来这里工作。波兰的呀，还有什么乌克兰的，那更不用说了啊。一个是年轻人多了，这个经济体更有活力，然后它的那个消费也更高。其他的南欧国家就变成了德国人养老的地方。那中国今后也可以这样啊，吸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其他国家人，或者是东亚其他。今后如果是中国的收入超过日本、超过韩国了，这有可能啊。那今后这些国家人、年轻人也跑到中国来工作、来消费啊。那么你中国老龄化这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关键是要看自己的实力，不要担心中国什么人口老龄化。另外，我还是觉得啊，中国政府应该增加，比如说农村老人，他们现在没有所谓的退休金，只有养老金。目前政府是发给像我们是贫困地区的每个老人100多块钱。如果发给每个老人，比如说1000块、1500块人民币，那就可以大大增加这些人的收入。然后呢，大大提振这些老人他们的消费。而且在上一期我提到，就是目前呢，中国还是从这孝道这个角度来出发，希望自己的子女来养老，或者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那么我觉得可以学习，比如说像德国由社会来养老，而不是由个人，也就是由国家来养老。那就要通过这个税收啊，通过再分配等等。可能我的观点不成熟啊，因为过去啊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确实呢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得到很多这个发展的红利。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的20-30年，我知道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农民当年有交公粮，还有交那个生猪这个义务的啊。当时的农民一个家庭啊，你要缴1头猪1年，然后呢你自己才允许消费你自己的猪。所以我妈当时告诉我，我们家每年养2头猪，1头是卖给国家的，那1头卖给国家那价格很低的啊，然后另外1头才允许我们自己杀自己食用。还有所谓的交公粮，你们知道吗？很多人肯定不知道，就是你作为农村户口的人，你们村的集体的土地种出那粮食出来，卖一部分给国家也是很便宜的，然后剩出来你才可以吃啊。中国农民过去几十年牺牲了很多，那么在他们老了之后，我认为呢，国家做一定的补偿是应该的。这个补偿不一定把这个钱发到他们的手中，他们老了之后国家来养老，所以呢就不应该用这个孝道这种道德绑架，或者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他的子女帮他养老。
中国是以县为单位，对吧？然后县下面呢有乡或者叫镇，那每个乡每个镇可以建像现在全中国大陆的那个公立学校一样类似的这种机制啊，那就建老年公寓、老年养老的公寓，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是以服务性质的目的，那就不存在到时会虐待老人的现象了。以盈利为目的的绝对不可行啊！那以服务型的性质来这种运行养老机构，刚才说了，就像运行这个全中国公立学校制度一样，每个乡镇按照人口设立，比如说10座养老院，他行动不便的老人就住到养老院里，由国家聘请工作人员来护理他们，进行监控，进行打分。然后呢，你作为子女的，可以不定期、没有预警的去拜访你自己的长辈。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是没有利益关系，那里的工作人员相当于做一份服务型的工作，老人获得更有尊严，特别是农村的老人。然后呢，这部分国家发给所谓的他们的养老金，像德国这样。你看德国的老人也是要把他们全部的退休金要交给那个养老机构，那中国也一样啊。那比如说这1000块钱，1000多块钱，每个人投的，那就是全部把它交给这个养老机构，不盈利，只要你呢不亏本就行了，或者你亏一点点，但是国家也可以再补贴进去。只有这样，我认为呢才会杜绝或是减少虐待老人这种现象。让老人过得更有尊严，像这样一种形式，目前看来有点乌托邦，但是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然后，如果是比如说那个1个月1-2千块钱不够，那他的子女可以象征性的可以，比如说缴纳500块钱，与之前由子女完全负责老人的养老，我觉得你这几百块钱，一般的子女他能够出得起吧，对不对？这样给子女呢也没有造成心理负担或者金钱方面的负担，也没有道德方面的绑架，然后呢还可以让自己的子女可以去专心的工作。他老人生病了怎么办？也是由这些工作人员去护理啊。目前德国是这样的这种机制，所以对德国他们老人的孩子啊完全没有压力。那中国可不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运作，可以增加很多服务行业的那个就业机会，可以解决一个是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刚才说的不仅是农村的老人，城镇老人也可以这样去运作，对不对？全国都可以去。一个是医疗方面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一个是老年护理也增加了好多这样的机会。另外，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了这个签证互免这个协定之后，我也相信呢，很多其他国家人会来中国旅游，对吧？那旅游方面，这旅游业火起来了，也会增加很多的那个工作机会。如果到时创造机会太多了，中国人不够怎么办？如果你与比如说亚洲这些国家签订了这些签证互免协定之后，他们那些年轻人允许来中国工作，那就解决了中国这年轻人不足的问题啊。不要给他们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允许他们在这里长期居住、长期工作，他们为你国家创造了价值，然后缴税了，然后在这里还消费了，另外他还可以剩一些钱寄回家，帮助他们那边的家庭。这个模式完全跟现在欧盟的模式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可以努力的方向。当然，我刚才说了，我的想法也许不成熟啊，给大家思考一下。这是我今天看到中国与马来西亚签订了签证互免协定之后我的一些想法。那就是今后呢，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协议，让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人民来中国旅游经商看看。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国家吸引力越来越高，那这个磁吸的效应就越来越大。你们说，这对中国是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呢？我认为啊，关键还是在看中国怎么治理、怎么发展。
我认为完全不用担心中国这所谓的人口老化呀、人口不足的问题，因为只要不给他公民身份，他就不能够成为中国人。但是允许他们来中国工作、消费，对中国的经济做出贡献，同时呢，可以在中国赚钱，可以寄回家，可以帮助他们国家的家庭、他们国家人民，这是多赢的局面。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太乌托邦了，你们怎么看呢？